好，世界各国也在聚焦中俄接下来马上就要这个元首级的碰面了。普丁现在确认访华的行程会是5月16、17两天来访华哦。那这个华春莹也讲说，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所以呢，这个普丁将会在5月16、17两天来访问中国大陆。那他也是在连任之后的出访哦，第一次，所以也凸显出来中俄关系的至关重要。汪文斌也提到了，这个普丁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会跟他在这个两边、双边的这种关系合作领域，然后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域问题来交换一些意见哦。那中方也会及时发布具体的情况。访问大陆2天，那除了跟习近平谈到4大议题哦，普丁还会去参加晚会，甚至还要去东北哦。路透社有讲到说，普丁在这一次第5任期的首次出访选在中国大陆，目的就是为了要跟中国大陆的发展呢更加密切，变成更紧密的一个合作伙伴。那预计这一次呢，习近平会出席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还有这个俄中的文化年的开幕晚会的。那另外呢，包含了像是李强哦，也在讨论这个现在目前中俄经贸文化合作事宜。普丁呢，还将要走访跟俄罗斯往来密切的这个东北大城哈尔滨哦，那还会出席第8届的这个中俄博览会，以及第4届的中俄地方合作论坛的开幕。所以呢，他还会会见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些师生哦，就是在民间的文化交流，同样也是有的。那再来访问中国大陆最重要的2个目的哦，我们看看就包含了俄乌冲突以及双边的贸易，特别是大家瞩目到这一次其实随行的一些人哦，有军事上面的新任的防长这个贝洛索夫、外长拉夫罗夫以及绍伊古，还有这个外交政策的顾问哦，都会一起随行。他讲说啊，这个他自己普丁本身讲，北京很清楚俄乌战争的根源哦，所以俄方从来是没有拒绝谈判的。那现在经由这个时间的考验哦，他说其实他跟习近平相识已久啊，中俄是可以经得起考验的可靠朋友。经济方面呢，也有我们之前节目上面在介绍的这个纳比乌林娜，也是号称卢布铁娘子啊，她也被称为是普京背后的女人。在这一波俄乌冲突之后，俄乌战争之后呢，其实西方国家一直在围堵俄罗斯的经济，但是就是靠着他这个稳住了这样的脚步哦。那他也会带着贸易代表团一同来参访，还包含了石化业啊、金融业、数位高层。那纳比乌林娜不赞成普丁引战但是在西方经济制裁之下，纳比乌林娜呢，她用智慧跟手段稳住了经济她的表现更远胜于这些军事的将领。克宫还提到说，双方也会讨论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的倡议，还有中东、亚洲局势以及乌克兰的问题。现在目前中俄的铁杆关系2023年双边的贸易额达到了2401亿美元，等于说提前达标啊！在这个俄乌战争期间，我们就有听到说要喊出来，1年有2000亿美元的一个贸易目标，所以提前达到了。而今年的第1季双边的贸易额甚至高达了566.8亿美元，增长了5.2%之多。那再来。现在美欧感觉好像对于这一趟的这个访华行程很多意见呐，因为他们讲说，怎么会任命一个经济学家当这个国防部长，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盘算呢？这个贝洛索夫他其实是一个经济学家，那所以外界就在讲说，是不是有可能是一个军工综合体结合起来的这种方式就是俄罗斯巨大的国防需求以及蓬勃发展的这个战争型经济未来可能要靠着这个经济学家来布局吗？那再来布林肯也说突然要来访问基辅喊说你不孤单啦，也将会提供一些这个没收的俄罗斯资产给乌克兰来进行一些重建那这个泽伦斯基是提到，现在乌克兰需要的是更多的防空系统，可是这个防空系统不知道这个美国还能不能后续提供这是他们之前最大的一个矛盾点。那这个布林肯感觉好像人家说你去唱个歌干嘛呢？他还特别去唱歌要为乌克兰人打气。我们来听听。好，我们看这个布林肯跟乐团
19.99一同演出这个要为这个乌克兰人打气哦，加油！这也包含了一个特殊的一个意涵哦。那当然，这个精神上面的一个支持哦，也是这个布林肯特别展现说啊，我们美国还是跟乌克兰站在一起，仍然呢会用这样子一个经济上面或者是军事上面的一个支持哦。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第3次世界大战是不是要爆发了？英国、欧洲加强4个层面。现在俄罗斯最近在前线取得一些进展，而且还任命了这一个经济学家担任防长，这也显示出来未来可能是一个长期抗战哦。克宫可能要致力于长期维持战时经济，随着这个局势升级，为了要因应如世界大战这样子规模的冲突发生哦，英国还有其他欧洲国家都在加强国防的开支啊，还有兵役啊、军演啊、核武啊这4个层面。好，这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介老师怎么看呢？我觉得这个布林肯真的蛮搞笑的啊，这个在树下这个国际政治啊一个新的笑点啊，就是说人家乌克兰现在被这个哈尔科夫被围攻，9个乡村已经沦陷了，他不远天里迢迢飞到基辅去帮乌克兰撑腰，你带去的居然是上台去唱摇滚音乐、唱歌来干嘛？那干脆献武一支好了，你能奉献什么啊？对不对？你这个人家要的是防空飞弹，人家前线没有官兵，人家现在招不到兵。你什么呢？你做了什么？就跑去那边用唱歌来鼓舞，这个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人家说秀才人情半张纸啊，他这个比秀才人情稍微好一点，可是人家是面临国家的生存存亡之际，居然跑去那边唱歌，我觉得真的让你觉得哭笑不得啊！这个美国这个国家也太会开人家玩笑了吧？那这次那个这个普丁在他这个第6任一上任。他就率大规模的访谈去中国大陆访问我想基本上他就要搞定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你看这一次感觉上是要谈经贸，可是你看他带去的都是国防部长，对不对？国安会这个外交政策的顾问外长拉夫罗夫那么可见他还是在外交上对中国大陆应该是有期盼有非常多的期盼，希望从中国大陆这边得到明确的一种答复。那我想就是说，当然啦，就是俄乌战争的部分，其实俄国从来没有对中国大陆的立场有过任何维持啦。那事实上也不断的跟中国大陆理解中国大陆在俄乌战争的立场，因为中国大陆的立场是很透明的，就是说有关俄乌战争的10点立场说明嘛。那么第一个，中国大陆是反对这个任何国家侵犯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这个领土完整啦。那这一点我从来没有看到俄罗斯针对这一点有过反驳。那这一点的话，对乌克兰来讲的话，也是一种非常有力的支持啦。所以这也让中国大陆在未来的俄乌战争这个俄乌两国关系的发展上，中国大陆有一个很大的回旋空间。因为到目前为止第一个要有实力斡旋的国家来讲，中国大陆是最有实力。另外就是说，就俄罗斯跟乌克兰都能接受的国家来讲，现在世界上不多了，对，那就是中国大陆。所以我觉得，就俄国来讲的话，我觉得他率这个庞大的这个代表团我想在俄乌战争上应该有很多地方会跟中国大陆做一个比较密切的深入一个交换，看看怎么样结束这场战争呢？对，这场战争事实上打到今天，你可以看出来了，美国国务卿只能唱摇滚乐来唱歌来帮忙乌克兰。乌克兰每天就是要西方人要这个要那个，他如果都拿到的话，他会天天像人家跟乞丐一样跟人家要这些东西吗？现在就是都拿不到嘛。所以这场战争基本上我觉得已经到一个关键点了。这次习近平跟这个普丁我觉得会有很深入的交谈。那么到底有没有成效，就可能就要看普丁会不会回应那么习近平很显见的就有关俄乌战争的部分那么呼吁在这个整个的这次7月份的这个巴黎奥运里面用停火的方式来回应，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指标，值得我们观察。好，接着我们来问一下左老师。
好，我们看到习近平这一次率团访问中国大陆哈，那其实有一个议题大概比较少人就是大家比较没有特别注意到的，就是这个天然气管线的问题。因为其实最近这段时间，俄罗斯有不少官员到中国大陆去，都在谈这个事情，但大陆迟迟没有同意。那这一次会不会谈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还值得观察，但毕竟这个涉及很广哈，因为大陆方面可能就是说整个这个管线从俄罗斯经过蒙古拉到中国大陆去，要投资要花费大概4000亿美金，这金额非常大，所以双方大概这个叫做西伯利亚力量2的这个天然气管线嘛。那当然这个到底它的价格，所以现在双方一个是价格，一个就是大陆到底要怎么参与这个计划。到底只是说去购买，还是说它也可以参与在天然气的开发？这当然也包括说你这个管线经过蒙古，因为蒙古它有所谓的第三邻国政策，到底你这个，因为它这个第三邻国政策就是说，它除了跟中俄之外，它会尝试跟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日本，都会有发展友好的这个关系。那这样子会不会让的这个蒙古作为一个过境者，它的这一段管线变成不安全？所以这个是一个没有浮出台面的，但是刚才就像大师所讲的，其实安全军事这部分其实也是一个议题，因为事实上拉夫诺夫在今年3月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那他的新闻发布里头其实谈到就是说希望双方的这个安全合作能够进入一个制度性的框架。那有一个制度性的安全对话，但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回应其实是比较没有那么积极的，因为中国大陆其实它的政策，它的公开宣示一个政策叫做什么？叫结伴不结盟嘛。所以既然在结伴不结盟的情况下，而且他一再就是批评，就是美国是所谓的这种集团对抗的这种思维是不利于世界和平的，那他怎么可能就是说去跟俄罗斯结盟呢？就是对他公开宣示的政策来说，他不愿意去让别人认为他这样做。所以说这个里头当然就是俄罗斯也希望大陆在这一方面会能够有进一步的这个推动或者说承诺。不过整体来说，俄罗斯现在任命了这个新的国防部长大家都会觉得很好奇，说，为什么会是一个经济学家？事实上来讲，在这个绍伊古前任的这个也是国营企，也是这个民营企业也是企业家出身的一个国防部长，那个叫谢尔久科夫哈。那当时他的概念是什么？他当时普京任命他，就是要他推动这个国防的改革。那所以现在任命一个经济学家，其实他就是要推动他的军工生产，因为现在有这个消息指出来，就是说俄罗斯到2026年，他的坦克储备的坦克可能都会使用完了，所以在这个俄乌战争常态化的情况下，他的军工生产怎么样能够全线展开，而且能够加速，不只是去改造旧的，而且能够制造新的，这个当然会是现任这个新的国防部长他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好，来文接长。2月份的时候，普丁接受了前 Fox 的记者访问，那个时候那个内容整整2小时，但是其实网络上面有中文版啊。那我看中文版的时候，我看到普丁讲得非常清楚，他自始至终都把乌克兰视为一个缓冲区，可是当乌克兰加入北约之后，这个缓冲区就不在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从赫尔松南部的赫尔松，一直到扎波罗热，一直往北到顿巴斯，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缓冲区。那如果再继续往北到哈尔科夫的话，其实等于是乌克兰的2/5到1/2的领土大概就已经在这边了。那这个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要坐上谈判桌的准备？那其实我们可以继续观察。也因为如此，可能普丁认为说这场仗大概已经打到一个程度，所以就像刚刚卓老师讲的，他要找一个经济学家来，那也就是整顿他的军工产业，而且呢，其实他也要准备因应未来北约可能的动作。在今年1月的时候，英国的国防大臣他就讲说，现在已经进入了所谓的战前时代。然后2个月之后，波兰的总理也呼应了这句话，现在已经是战前时代。
那既然是战前时代，那站在欧洲，他们的对象到底是谁呢？他的假想敌是谁呢？很明显的，也还是俄罗斯。也就是说，这一次乌克兰没有把俄罗斯拖垮，北约是不是还有进一步的动作？北约一直讲他们是一个防守型的一个安全体系，其实不是，他们是进攻型的，他们一直东扩，一直要挤压到俄罗斯，所以其实俄罗斯早就有这种准备。那当然，他也会想说要跟中国合作。那跟中国大陆合作，事实上来讲，从去年的海上的军演，一直到空中的战略巡航，现在美国的国家的情报总监都讲了，未来美军要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要把俄罗斯的因素考虑进去。这个也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两国的就是中俄两国的元首频频的那个互访的元素，重要的因素之一。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看一下美国针对这个电动车，我比不过你，我就制裁你嘛。现在就用这种方式哦。那拜登他是大幅提高了中国大陆制的这个电动车关税。叶伦讲说，你北京不要大动作反制哦，还有这种话都讲得出来哦。那美国对于大陆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哦，电动车是100%，太阳能是加50%。那叶伦接受彭博专访的时候啊，他就讲说，希望北京不要祭出重大的报复反制，你可以制裁别人，还说你不可以反击我哟，这是让人家觉得，真的美国越来越让人觉得你还是以前的美国嘛。那另外，大陆的外交部就讲说，你这不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嘛？你又在那边提那些什么产能过剩的争议，你自己产能过剩的时候是怎么做呢？逼大家去买，你通通都要买，你一年要买多少？那别人的产能也没真的过剩，但是你就讲说，你这叫做产能过剩。那所以华春莹就翻译了一下这个叶伦的言论呢，他说，一语道破美国的双标。我们来翻译一下叶伦的话，他在 X 上面贴出来，我们美国会补贴支持美国的产业，因为这个是战略性的。但是当别人这么做的时候，就是不公平竞争。美国补贴了美国产业，这叫棒，这是一个战略。那如果中国大陆补贴了自己的产业，你这叫做不公平竞争，这就是美国啊。那所以网友在讲说，美国在这个竞争当中只要他开始位居下风的时候，就要开始使出作弊的招数嘛。那这个华春莹最新发文就是美国的保护主义最后只会害了自己呀。那再来看看这个现在目前美国这个制裁之后，欧洲跟不跟呢？德国跟瑞典先表达了态度，肖兹先说我们欧洲的一些汽车制造商以及北美的制造商在中国大陆的销售呢，其实欧洲产的汽车方面是比较成功的，这样的差异我们是必须要考虑。也就是说，好像没有打算要跟进美国瑞典的这个总理也是，我们不想要瓦解全球贸易，他觉得说美国这样的制裁是一个愚蠢的想法所以对于德国、瑞典我们这种进出口大国来说，惩罚性的关税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啊。那再来，美国的美商他们就去拆解了比亚迪的海鸥，那他就拆解之后敲响了美车的警钟，因为发现里面的工艺跟它的这个技术完全不输给售价比起海鸥贵3倍的美国制的电动车主要就是因为美国厂他们自己本身的成本非常的高，所以他们想说，天哪，你只有1/3的价格。那中国大陆它的低价就来自于说他们的本身自己的这个技术也好，或者是他们的人力也好，各方面总加起来就是可以做出一个 CP 值极高、性价比极高的产品。美国的竞争力不如别人的时候，他们自己觉得很害怕那所以他们现在看到这个比亚迪，就是觉得哇，这个恐怕是美国产业的噩梦。那你看看美国的媒体彭博社里面的一个能源领域的专栏作家，他也很批美国他就说，现在在一个世纪变革之时美国是不是这些车企已经被保护得太过安逸了，恐惧和中国大陆做竞争呢？他说令人吃惊的丧失了勇气所以都提一些
虚假数据哦，向政客游说要来提高对华关税，所以美国人自己本身也看不下去现在美国的做法。那再来看一下。比亚迪哦，它现在吃下了15亿的大饼。欧洲的老字号的车企破产了。美国的政客杂志报道，他说大陆的电动车的巴士在欧洲的市占已经将近了1/3哦，所以也导致欧洲也不敌这个等于说中国大陆的竞争。那比亚迪也要在欧洲建立第2家汽车装配厂，也为欧洲带来了许多的就业机会。好，这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介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像华春莹讲这个保护主义的问题啊，其实很多国家都是保护主义的受害者，美国不是，美国因为他们的这个经济学者一向是反对保护主义，一向是倡导自由贸易，其实这个不是对别人有利，这是对自己有利，所以美国过去的经济还有它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各方面发展都受惠于它的自由开放，因为以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中国大陆过去1949年以后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共产制度，然后呢，事实上它这个产业是高度保护的，你就看到中国大陆那个经济几十年都没有动，改革开放其实就是2个字，改革是必然是要改革的，怎么改革呢？就是开放，开放就是怎么样，让这个货品服务。人员、资本自由流动，那它不是完全自由流动，可是不断的往开放的方向走。那走的是美国这些所谓的这个顶尖的这个经济学者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可是曾几何时，美国现在开倒车，中国大陆在开放，美国怎么样？美国在关闭。那事实上，关闭的经济、关门的经济，最后的结果就跟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一样。那美国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事实上，美国人自己知道。我觉得他们最主要是他们现在这个美国这个政经制度已经被特殊的利益团体给绑架，对不对？他今天他知道他这个比如说电动车给你100%的话，伤害到的是谁？伤害是美国的广大消费者使用到性价比高的电动车的一个权利。那保护的是谁？保护的美国既不努力又不改进。又没有新产品推出的美国汽车业所以美国现在这个国家就变成他们已经忘记他们这个他们当时的他们这些大师们所留下来的这些遗训就是美国要走自由开放，所以你知道就是说你高关税保护主义高关税，其实你知道是康谁之慨？就是说你今天关税高了以后，这个关税基本上是你国内的消费者来承担。比如说我们现在台湾来讲的话，我们一部车进口车的关税是17.5%，这是表面上，可是我们还有特别一个货物税40%，那也就是现在变成一辆进口车进来以后，你有多少57.5%的这个关税，那这个钱这个税都谁政府收去了，政府收去，可是钱从哪里来？羊毛从哪里来？从消费者身上，所以我们消费者今天要买一台进口车，我们要多花了55%左右的这些成本。那这些成本都给谁了呢？给我们最后上谁获利？让我们国内的制造商汽车制造商。可是我们国内汽造商有在这个就是说长期的这个消费者的牺牲自我的利益之下，它有成长茁壮起来吗？也没有啊。所以这一些保护主义措施最后是怎么样？是伤害到你这个国家自己国内广大的消费者，可是你要扶植起来的产业呢，它基本上是什么呀？它是把它当作什么理所当然，它没有借这个机会去改善它的产品，或者怎么样增强它的竞争力，它就永远靠你那个给它那个55%的那个那种等于说赠予它的那个收入它也就躺在那边不知上进。所以呢，保护主义真的在古今中外基本上都是失败的。你今天美国走向保护主义，你看这个美国的专栏讲得多清楚，彭博长他说基本上是美国丧失了怎么讲勇气美国这个上，然后呢让这些少数的利益团体获利，广大的消费者付出额外的代价，所以这是美国自己的问题。那美国要这样走下去的话，这个国家现在越来越弱。以后当然还会更弱了。
其实中国大陆就是他们这样的市场里面非常的内卷哦，所以他们的产品才会这么有的竞争力。如果美国还要采取保护主义，你将来只会跟中国大陆差距越拉越大。我们来问一下舰长。我们来看到啊，这个 Kevin Williams 这一位呢是美国的有车市的一个记者啊。他在这边写什么？他讲说他去了中国，然后呢开了10几台的电动车，也坐过这些电动车。然后他讲说，他觉得啊，美国的这些产业啊，就是汽车产业已经完蛋了。然后呢，中国的电动车很好，这是他在social media X 上面所贴的，但是他原文写的更多啊。他说他到了上海，他觉得很热，可是呢，他发现上海的街头很安静啊。为什么很安静？因为大家都在开电动车，这第一个。第二个，他说他去参加了北京车展，然后他说他看到的这些车根本都每一辆都是杰作，然后而且在车展的现场的这些中国人没有人关心西方品牌的汽车，这个就是什么？一个警钟，也就是这些美国的这些汽车产业即将退出市场，而且拜登说这个比亚迪啊进来科100%关税，然后川普加码，川普说200%，可是刚刚如果按照主持人的说法，只有1/3的那个同样的工艺水准，只有美国定价的1/3，加上税了也一样，跟美国的汽车差不多价钱。但是工艺可能更好，里面的含金量可能更高。那我请问一下，消费者要买什么呢？那当然是中国产制的电动车。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不要忘了，现在比亚迪在哪设厂啊？比亚迪在墨西哥设厂。墨西哥跟美国跟加拿大什么关系？他们都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伙伴之一。那他不要整车进口，他就是部分的。其实进口到墨西哥，由墨西哥组装之后再进到美国，那还不是一样吗？还不是白搭吗？所以不管是拜登，不管是川普，不要想太多，自己加油最重要。好，来问左老师。好，拜登的这个宣布，当然就是已经有一些国会议员就表态支持了。那可以想象嘛，因为保护主义总是，如果你的产业刚好，如果你的选区刚好就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生产商，那当然你就会支持。不过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些玄机在里头哈。第一个，因为按照这个白宫的新闻发布，他是说拜登总统正在指令他的这个贸易代表，美国贸易代表。进行这个所谓课征关税的事情，那已经把关税的这个税率已经定出来了，可是呢，并没有说什么时候开始，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到底什么时候要课关税并不清楚。第二个，这个拜登政府这一次所公布的这个课税的范围是，这个大陆进口的，从大陆进口的这个商品有180亿美金，那这个规模当然你180亿也是非常多哦，不过。比川普第一次开打那个关税战的时候啊，大概少了大概是只有当时的规模只有一半啊，所以说我认为拜登的这个是做动作的这个味道还是蛮强的，但是当然他会什么时候课关税，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看起来他现在就是已经向美国国内宣布。就是说他要采取行动，那这个当然就是为了选举嘛，非常清楚嘛。那为什么？特别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些很多相关的产品，它是生产在摇摆州的。比如像，我觉得特别我们注意到，它比方针对电动车整车，它是100%的关税。那么针对这个太阳能板跟半导体，它是50%。其他像铝啊、铁啊，或者是电动车的电池啊，这些它是25%。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差别待遇呢？大家可以注意到，比如像电动车，虽然电动车传统上跟汽车生产是在一起的，那传统上汽车生产就已经有一个很有名的、很重要的一个摇摆州叫密西根州嘛。那但是呢，最近美国兴起的电动车的制造的这个地点啊，有2个州成长特别快，一个叫乔治亚州，一个是北卡罗来纳州。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主持人好，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520之前，现在看起来两岸的确氛围上面是有点紧张，特别是赖清德端出来的人事啊，他这些所谓的国安人士看起来让国家更不安。那我们看看哦，他要讲。不排除在相互尊重、不预设前提的情况下，跟中国大陆对话。那人家听完之后就笑了，就说：“那你这个相互尊重哦，不预设前提。”那可是你这个相互尊重不就等于预设了前提吗？因为中国大陆要的就是9·2共识哦，那你的前提就是不要谈9·2共识，那请问不就是预设了前提吗？所以感觉上面自打嘴巴哦。再来还有一个事情大家也挺关注的，就是金门这个吊客哦，不是滞留在中国大陆已经2个月了吗？那因为这一位胡姓男子哦，他具有军人身份，那家属现在主动申请志愿退伍，已经在5月8号生效了。也就是这个反映出来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是不是绿营已经真的是没有办法跟对岸沟通，没招了，没办法了，没辙了，所以只好由家属来代办退伍因为一般来说都是要本人自己亲办退伍的。这次就是因为没办法了，所以只好用这样子那就把他的军人身份给免除了，是不是才有后续可谈呢？而且520之前，是不是我们也应该要赶紧回应那2位罹难的渔民？人家的遗体还放在这边，是不是应该要赶快回应，赶快让人家可以回到家乡去呢？那再来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王宏威委员他就在脸书上面po出来，赖的国安高层就是又毒又好战，这才是让大家现在觉得最不安的地方一个520这个兵凶战危的情势不断在升高，而且端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事，真的让大家毫无期待那当然中国大陆也是在看着这个520，赖清德要搞什么呢？在大陆他们现在目前也有这个最新的有5艘海警船，我们直接来看画面是出航，也是本月的第5次了。我们来看看，中国海警14603，中国海警14603，这边是中华民国海巡署100拐钩艇，你已经进入中华民国禁限制水域。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影响海上航行安全及交通秩序，请立即转向驶离，请立即转向驶离。好，所以看完了这个，现在目前中国大陆当然在金门的水域已经常态的这个巡查了嘛。那另外还有这个西方的卫星照，就说有大量的歼20部署在对台湾的第一线就是大陆的福建省沿岸的某个机场出现了大量对台集结的歼20的战机。那外界评估这应该是东部战区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新的措施那再来，美国也在印太地方鬼鬼祟祟嘛，这个我们竟然跟美国在4月份的时候，有一个不公开的军演，而且消息是我们现在才知道。那国防部证实说，这是要避免海上的一些干扰啊。那路透社有提到，他说台美双方的海军4月份在太平洋的秘密执行了一场按照美国推行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所以我们是配合形势。国防部也讲说，因为海上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为了避免遭遇时相互干扰。那再来这个意外相遇其实大陆当然也看在眼里以武拒统。这是死路一条。汪文斌是这样子讲就是也是一边采取这样子，就是希望不要再有这种以武谋独或是以武拒统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发生，把底线画在那里。另外，大陆的媒体也提到了，就说怎么会有荷兰海军士兵出现在这个美军的驻冲绳基地而且日本的外务省似乎也不知情。那这些荷兰士兵伪装成乘客搭乘商业航班进入到了日本。那根据他们国防视觉化的资讯服务的网站显示，从3月10号到24号，美国跟这个美军
跟这个荷兰海军在冲绳丛林作战训练中心进行一个丛林领导课程的相关训练。环球时报呢就查询了这个网站，发现相关的文章已经删除关于荷兰海军的描述那日本的外务省则是声称，就是它的目的是视察而不是训练，所以搞得这样子这个看起来台海这周遭真的有非常多秘密正在进行的一些军事训练或是军演嘛。再来中非的南海大战也是恐怕也是一个引爆点这个现在目前他们的菲律宾联盟他们的和平团结船赛在14号会有100艘菲律宾的民船前往南海主权争议的岛礁黄岩岛附近的海域那大陆也会派遣4艘海警队的船只以及26艘大型的海上民兵船到这个地方来进行封锁。那这个数据也不包含一些就是其他黑船的数量，所以看起来双方也会在这个14号的时间有一些这个显然快要擦枪走火的情况。大陆的军事作家讲说，这个地理条件限制，黄岩岛的这个西湖入口只有一个。那中国大陆的船队对黄岩岛展开包围之后，即使有再多的菲律宾船只也没有办法突破中国大陆船只的封锁。那大陆呢，他们在美菲的军演之后呢，也立刻公布了黄岩岛空拍的画面还号称说派出了航舰持刀护卫这个延安号驱逐舰在南海演习。那菲律宾则是指控说，这距离菲律宾的海里就是71海里处，怎么出现了在填海造岛的情况呢？那的确这代表着中国大陆对于菲律宾现在是你动作越多，我的反击会越加的强烈。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这个赖清德真的有意要跟中国大陆对话吗？以这个说法的话，就是蔡英文的说法嘛，不预设前提在这个对等相互尊重跟中国大陆产生对话。那不预设前提，那我觉得刚刚讲很好，这就是一种前提对，所以还是有前提。所以这个说法的话，跟蔡英文那个过去8年的说法没有变，所以基本上他知道结果是什么，就是不会有对话。所以我觉得他是知道这样讲不会有对话的情况之下，就这样子讲。知道这样讲会破局，就干脆这样说，就这样说。所以他等于了无新意啦。当然就是说他没有讲更进一步，就是说我根本不想跟你对话这些话，他没有这样讲。那不过他曾经讲过说，他想要跟习近平不是要请他喝珍珠奶茶喝珍珠奶茶呢？吃个晚餐。那为什么到了这个比较关键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对话的时候，他又把这个过去民进党使用的这个免战牌又拿出来讲？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两岸关系不会变好，起码不会变好。那会变好的话，一定要他这个改变他的这个基调。基调不变的话，两岸关系就是继续在目前这个状况之下。那当然就是说，现在大家觉得比较担心的就是赖清德的这些国安团队陆续出笼以后发觉都是非常这个独派的人在里面比如说吴钊燮，比如说这个顾立雄那甚至最近又有这个林非凡。这一段还有一个台大的一个教授这个可能这个我们待会我们这个左老师的同事那么他的立场也不是也是跟民进党很近的，所以感觉上他这个阵容里面真的就是支持都是台独的一些铁杆那这个对两岸将来能够缓和气氛，甚至和缓关系看起来有一点背道而驰。因为我们在其实看很多作为的时候政府人事就代表政策，你用什么人就表示你要实行什么政策。有的政策是不宣而明的，就是因为这个人本身就代表政策。你如果说今天是吴钊燮的话，你认为他会希望两岸和解吗？他会放弃他的台独思想吗？是不可能的嘛，因为他意识形态鲜明，非常非常的鲜明，而且他还更上一层楼。你就知道这个政府在两岸关系上面的这个人事布局，可以看出来他的背后的想法，然后今后的作为所以很难让人有产生乐观的这种一点任何的这种机会那就是说，荷兰的这个士兵到这个琉球去受训
那日本不知道，我认为这很正常啊，因为就美国当时跟这个日本政府的协议，它交还给琉球日本政府的琉球是所谓的行政管辖权，并没有把主权交还给这个日本政府，因为美国非常清楚，其实琉球是当年是被日本给并吞的一个独立的王国啊，而且它内部还有一些这些希望能够复国啊，恢复他们琉球自己国家的这种力量在里面。而且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国在这个琉球的战役里面哈，虽然日本人死伤啊，这个老百姓就死了大概10万人啊，琉球的这个老百姓死了10万人，美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且他知道琉球的战略地位，所以美国对琉球的这个地位哈，是琉球是有主权的，那么呢，他并没有把这个主权啊。琉球的主权交给日本，所以日本只有行政管辖。在这个情况之下，美国现在是琉球的太上皇，那他要找谁去练兵啊？日本事实上，我想这只是很多例子中间的一个例子，就是他没有必要让日本人知道。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日本人应该心里面也很清楚了，所以。这个国际政治就是蛮复杂的，感觉美国是不是有点想要把台湾也琉球化那种？美国曾经说过台湾的地位未定论，可是问题就美中建交以后的，美国跟中国大陆建交以后啊，他就明确的他认知台湾是中国的不可分割领土一部分了。所以这个美国对台湾地位的这个未定论哈，除非他改变，那么他在跟中国大陆建交的时候啊，他已经做了明确的表述了。好，来请教舰长。我先回应一下啊，刚刚主持人讲说，美国人想要把台湾怎么样？其实美国人想要把台湾乌克兰化。乌克兰事实上来讲，它在1991年它才独立，可是美国以及北约所举办的海洋围封的这个演习，这个演习的重中之重的主角。也就是乌克兰，他从1989年就开始演习了。那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为什么乌克兰对接美军有那个准则教范啊，或者是很多装备啊，它可以很快上手，原因就在这里。那接下来啊，我们来看现在整个南海被菲律宾搞得乱七八糟啊。第一个，我们讲到之前马德雷3号在仁爱礁这边，然后后来他们又去搞了后藤礁，现在又。那个说宪兵礁怎么样，然后现在又要在黄岩岛做这个和平团结的帆船赛啊，他要做和平团结的帆船赛，应该要先来问问小舰长，当初遇到这个当年叫做红蚂蚁的，现在叫做海上民兵的，是怎么样被围的？他们的船一看晚上就是夜视啊，所有的灯开得亮亮的。你根本你不太敢过去。第二个，它船跟船之间，它是有拉这个延绳吊的，你只要船过去，把这个网子拉破，立刻就变渔事纠纷。所以菲律宾不要以为啊这些事情啊都很简单，没有你想象那么容易啊。那接下来呢，这个就是有关于宪兵礁的部分啊，他举出很多例子啊，也就是说这个被碾碎的珊瑚礁，他说这个都是中国要进行吹沙填海的一些证据啊。其实他不要闹了，他真是对于中国大陆吹沙填海的能力一点都不了解。天津号或者是那个天鲲号，真的只会吹成那样吗？只让你捡到那么一点点吗？才不会嘞！他吹沙是吹的你胡说八道的。怎么说？我们来看看他是这样吹的啊，他不是小小的一点一点弄啊，他是这样吹的，他前面有个大的绞刀在这边绞，所以根本就是不了解，胡说八道。那现在说，哎呀，他们在于那个宪兵礁又有多少艘船怎么样？可是我们来盘点一下哦，那个中国大陆，我们讲到说海警船有4艘，然后测量船有3艘，那这边呢还有6艘的，这个是054A， 这是解放军的船啊，这边还有34艘的这个渔船，那这个渔船呢，应该大部分就是他们所谓的
海上民兵，这样子夯不啷当加起来一共47艘船，而且它的吨位，海上民兵的船的吨位都是在2500吨左右，不要开玩笑了。所以我们这样子讲哦，其实我们看这么多年来，无论是中国海警或者是解放军，他们不断的造舰，为的就是今天，我相信任何一个炎黄子孙都绝对寸土绝对要守住，不会让菲律宾恣意妄为。好，请教左老师。好，我们看到这个菲律宾的这一次在这个黄岩岛的这个行动哈，当然它看起来阵仗很大，不过大陆已经先发制人，因为今天早上央视就播了3次的这个关于这个黄岩岛的这个播报，一个是当然就是公布了这个关于这个大陆海警在黄岩岛的这个所谓常态化的执法。那这个其实你看跟在大陆在对钓鱼台的处理，跟大陆在金门周围的这个处理是很类似的，也就是先发制人，就知道说这个菲律宾的船舰今天下午会到黄岩岛附近，所以他就先把这个船舰部署在那里。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他也做了，就在前2天做了所谓的救生演练。这个当然看起来是说他把船舰集中在这里，但他也有等于就是为今天下午可能会发生的状况做一个排演。当然，第3个就是比较宣传性质的，就是就是释出了就在黄岩岛附近的照片。所以等于是在大陆内部关于这个黄岩岛的事情现在已吸引非常多人的关注。那我们回来看看菲律宾这边，就是这个叫做所谓这是我们的，因为这个运动叫做Team Atoll，它是叫这是我们，就翻过来就是这是我们的。它这个其实它是说他们这个运动的发起人要号召上百艘的船舰。那到为这个菲律宾的渔民来送这个补给品，但是这个补给要送这些所要送的渔船在哪里呢？其实是在黄岩岛外面的那当然，菲律宾的报道其实最近也讨论到很多关于这个中国大陆的事情，在讨论到这件事情，其实也谈到就是说，它可能不会进入所谓黄岩岛的12海里里头，12海里以内也就是说，虽然它会下一些浮标看起来动作很大但是它大概也知道。其实一个能力可能做不到，第二个就是说，他也不希望说真的造成双方直接的冲突，所以他就等于说他就闪避在外面了那等于他们就是做一个他们的表演，因为他们去年圣诞节就本来就要有一次的行动，但是那一次最后就取消了。那么这一次会不会最后一刻取消？现在还不知道。不过看起来大陆现在正上摆开来，我想看起来他们。不可能去过所谓这个12海里的这个界限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因为根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是菲律宾政府的船舰如果有受到攻击，才会启动所谓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国的这个保卫责任。那现在这些船舰，照菲律宾政府公开的说法是什么？都是私人的、民间的。所以就是说，他就已经告诉大家说，他不可能会触发任何双方，触发菲律宾政府或者是美国来自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军事行动。那因此，当然这个表演到什么样的地步可以见好就收，这个我觉得现在当然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了。但是可以看出来，能力的界限在那里，他自己也画了一条线。那当然只是说，这种表演如果把大家的情绪都煽动起来，大家都群情激愤。可能就会你没有下一步行动，可能民众也不接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发起这个事件的人可能要去想的一个问题。就如果说现阶段你不希望发生这个军事的冲突那是怎么样的一个界限，是大家可以彼此都可以有所转换？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想清楚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